孙悟空用了50年，终于触碰到一丝准圣真谛，他准备突破准圣境界。此时牛魔王惊奇地问道：“你难道要闭关突破准圣吗？”不怪牛魔王惊奇，虽然这些日子不断有妖族来投击雷山，但终究没有高端的战力，准圣的强者更是一个没有。虽然有北俱泸州的鲲鹏与白泽，但是二妖来不来还不一定呢。若是孙悟空能够突破，自然是再好不过的。这些日子隐隐有些触碰到，但终究差点什么，所以我打算回花果山闭关一段时间。孙悟空答道。牛魔王想了想，如今佛门众多强者都跟随如来闭关了，想来也无暇来顾及妖族，孙悟空去闭关也无妨，于是开口说道：“贤弟，你自去闭关突破，妖族的事情由我，过几日带我和老三老四叫来其余众兄弟，一般宵小之辈也不敢来骚扰我等。”孙悟空点了点头，便要起身离去。此时铁扇公主冲了出来，高声说道：“悟空，你忘了带走你媳妇了。”孙悟空顿时一阵头大，若是牛魔王这样说自己还可以打他一顿，可铁扇公主这样说孙悟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孙悟空苦笑着说道：“嫂嫂莫要取笑于俺，我们都与老狐王说好了，让清欢去花果山，俺保护他的安全。”铁扇公主却是揶揄道：“都在花果山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又是孤男寡女，那清欢小丫头我看长得也挺美的，不如你就收了吧。”孙悟空挺无语的，合着你家的家庭矛盾解决了，你就说人家清欢是挺美的小丫头，自己刚来的时候你还骂人家是不知廉耻的狐狸精呢。孙悟空受不了铁扇公主的言语攻击，但自己确实答应了老狐王要照顾他的女儿，作为一言九鼎的齐天大圣，自然不能说话不算数，只能拉上牛魔王叫他带自己去找那清欢，让自己带着他去花果山。路上碰到了鹏魔王与狮驼王，这俩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货，非要跟着一起去，说是要给老七把关，顺带见一见未来的弟妹。孙悟空已经懒得跟这俩计较，打又不能打死，揍他一顿又起不了作用，犯不着生气。牛魔王带着三妖来到一处洞府前，神情凝重地对孙悟空说道：“这清欢的长相非同寻常，待会儿见到了一定要稳住心神。”孙悟空无所谓的点了点头。狮驼王这二货倒是大大咧咧的说道：“老子什么没见过，还会被一只小狐狸的长相吓到？”牛魔王这道对这二货说什么都没用，于是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洞府。四妖一同来到洞府内，除了牛魔王有所准备，其余3位已是双目呆滞，眼神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女子。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一女子亭亭玉立地站在那里，仿佛世间颜色都聚集在她身上一般。明明没有任何动作，但是却给人一种婀娜多姿、风情万千的感觉。清欢缓缓走到四妖身前，施礼说道：“小女清欢，见过各位大王。”听到清欢的声音，孙悟空瞬间以强大的意志拉回自己的心神。牛魔王看着眼前已经平静的孙悟空，暗中惊叹孙悟空坚定的意志，毕竟自己第一次见清欢时的表现，比起孙悟空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此时的鹏魔王与狮驼王还在失神，牛魔王大喝一声：“老三老四，醒来！”鹏魔王在牛魔王的一声大喝之下醒了过来，后怕地看着清欢，心道这女子实在是太恐怖。而此时的狮驼王却还在失神的状态中，最可气的是这货不仅双目呆滞，嘴里的口水还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孙悟空3人此时此刻竟然产生出这个兄弟不要也罢的念头，实在是狮驼王太丢人了。牛魔王哪里能惯着他，上去对着狮驼王的脑袋就是一巴掌。狮驼王也醒过来了，但是醒来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擦掉口水，而是疑惑地看着牛魔王说道：“大哥，我刚才好像做梦梦到仙女。”牛魔王实在是忍不了狮驼王这二货，对着狮驼王的脑袋就是一巴掌，转头叫鹏魔王带着这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先出去。待到二妖离开，牛魔王向清欢介绍道：“这位是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也是前一阵子在灵山杀了6耳猕猴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清欢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惊奇的神色，不过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上去对孙悟空行礼说道：“青丘狐族清欢，见过大圣。”孙悟空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牛魔王见孙悟空没有说话的意思，便对清欢说起了自己和孙悟空与老狐王商议的决定。清欢听后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对孙悟空说道：“以后麻烦大圣了。”孙悟空闻言说道：“不麻烦，我既然答应了老狐王护你周全，定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如果清欢姑娘方便的话，现在就去收拾一下，随我去花果山吧。”清欢本就是借宿在积雷山，并没有可以收拾的东西，若是大圣想走，清欢现在就可以跟随大圣出发。清欢站在那里说道，虽然没有任何多余的话，但依旧流露出万众风情。牛魔王听闻孙悟空现在就要走，不禁开口说道：“兄弟，你不多留几天，现在各方妖族来投，正需要你来坐镇，主持大局啊。”“我能主持什么大局？俺老孙打架是一把好手，可是要让我做这些事情，我是做不来的。”犹豫了一下，孙悟空继续说道：“况且我这些日子里有所感悟，需要回花果山闭关一段时间。”牛魔王闻言顿时面露惊色，问道：“难道你要突破？”不怪牛魔王这么惊讶，孙悟空如今已是大罗巅峰，在闭关就是要突破准圣了。可孙悟空才修行多长时间？满打满算不到1000年，而自己已经在大罗蹉跎了这么久的岁月，依旧无法突破。孙悟空点了点头说道：“这几日似乎是有那么一点感觉了。”牛魔王说道：“那我就不强留你了，唯愿贤弟早日突破。”牛魔王的心中已经由刚开始的惊讶转变为喜悦，毕竟现在的妖族实在是太缺强者了。纵然有北俱泸州的鲲鹏与白泽，但这2位前辈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自己会来。以孙悟空的实力，突破之后怕是一般的准圣初期都不是其对手，因为这猴子的战力实在是太强了。孙悟空对牛魔王说道：“我走之后，妖族这边的事就依靠大哥了，无妨。看如今的形势，如来应该一时半会出不了关。过几日我再叫来其他兄弟，足以震慑一些宵小之辈。
兄弟，你安心闭关就是。”牛魔王豪气地说道。孙悟空点了点头，带着清欢向花果山飞去。花果山水帘洞，马元帅正在教导猴子们修行，忽然察觉有人来到山门外，飞身而出，原来是孙悟空带着清欢到了。孙悟空来时的路上便让清欢用法术改变了容貌，但其举手抬足间流露出婀娜的身姿依旧，还在没了那张祸国殃民的脸的衬托，不会令人丧失神智。吩咐马元帅为清欢寻一处洞府，让其好生招待，不可怠慢。之后，孙悟空便去闭关了。马元帅看着眼前气质出尘的清欢，心道：大王多少年不曾往花果山带过人了，这回竟然带回一个女子。马元帅的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作为看着孙悟空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花果山老猴，此时在心里欣慰地说了一句：大王长大了。马元帅一脸谄媚地问道：不知姑娘怎么称呼？对洞府有什么要求吗？清欢本就是在青丘那个狐狸堆里长大的，心智自然不弱。看着马元帅谄媚的笑容，知道他误会了自己与孙悟空的关系，但他也不解释。小女是青丘狐族的，叫清欢，对洞府没什么要求，安静一点就行，以后就麻烦前辈了。清欢客气地对马元帅说道：不麻烦不麻烦，老猴我本来就是花果山的一个大管家，做这些都是应该的。马元帅说道。说着就带清欢去挑选洞府，而孙悟空此时已经开始闭关了。孙悟空静坐在洞府内，慢慢感受着大罗巅峰的那道瓶颈，一步一步地在摸索中华走向准圣的那道大门。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孙悟空离那道门也越来越近。慢慢的，孙悟空发现所谓的准圣也没有以前想象中的那么超凡，似乎在他的探索中，准圣这个境界在他的心中正被他一步一步地拉下神坛。孙悟空正在闭关，牛魔王也在不遗余力地发展妖族，各地的妖族也不断地去投靠积雷山，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一方面发展。花果山水帘洞内，清欢与这些猴子们也熟悉起来。作为千年修成太乙金仙的青丘狐族的不识奇才，他偶尔也会和小猴子们去山间摘桃玩耍，有时也会和马元帅一同教导这些猴子们修炼，二人一同将花果山管理得井井有条。清欢完全把花果山当成了自己的家。春去秋来，一年过去了，花果山水帘洞，清欢看着那个洞门紧闭的洞府，绝美的眸子中流露出几分失落，转头对忙里偷闲正抱着一坛酒喝的马元帅问道：大圣一直这么努力的修行吗？马元帅放下手中的酒说道：没有，大王是天生地养的灵猴，自从出世之日就不同凡响。当年出海访仙问道，仅仅20年，回来时已经是太乙金仙，回来后也不见大王修行，整日里跟各路妖王饮酒作乐，偶尔出门访友。到了后来，大王被天庭招去做官，吃蟠桃，到仙丹，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到大王前一阵子回来的时候，便已经是大罗金仙了。清欢闻言顿时惊讶的说不出来话，自己千年修得太乙金仙，已经是青丘狐族的不识奇才。孙悟空20年便已修得太乙金仙，而且还是战力不输寻常大罗的太乙金仙。从大闹天宫到现在满打满算不到600年，孙悟空已经闭关准备突破准圣了。此等天赋，在3界中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清欢看着眼前紧闭着的洞府，眼中流露出异样的色彩。洞府内足足闭关1年的孙悟空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修为并没有突破，还在大罗巅峰。但是这次的闭关让他清楚地认识了什么是圣，什么是天道。其实孙悟空是可以突破到准圣的，但他没有选择突破，因为他发现所谓的准圣不过是天道的工具罢了。天道从3界苍生中摄取力量，然后将这些力量分出一部分给苍生中一些能力强的人，让这些人去抢，抢到力量多的人成为了仙人，再从这群仙人中选出能力强的人，他们叫做准圣，让这些准圣为天道管理着3界，而天道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苍生中摄取力量。这种强己身而弱苍生的准圣，孙悟空不愿为之，并不是孙悟空多么高尚，而是生来骄傲的他不愿用这样无耻的方法成为准圣，他想走出自己的路，走出一条强己身而不弱苍生的准圣之路。唯有自己修来的力量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孙悟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这条路，但他怎么也不会选择这条吸食苍生血肉的成圣之路。想想自己的敌人是灵山那座庞然大物，孙悟空若是按部就班的修行，不知何年才能将灵山扳倒。于是孙悟空再次进入入定状态，寻找自己的道路。此时的积雷山魔云洞，5个妖王正在围坐议事，这5妖分别是牛魔王、鹏魔王、狮驼王、青丘狐王以及新来猕猴王。这猕猴王是昔日与孙悟空一同结拜的妖族7大圣之一，通风大圣猕猴王。牛魔王开口说道：如今我们妖族联盟也发现起来了，是时候去寻找白泽和鲲鹏2位前辈了。其实牛魔王在孙悟空闭关后就去过一次北俱泸州，但是并没有请来鲲鹏与白泽。牛魔王虽然没请回来鲲鹏白泽，但是也带回了一个好消息，鲲鹏要突破到准圣巅峰了。正是因为这件事，白泽需要给鲲鹏护法，所以才没有跟着牛魔王来积雷山，而鲲鹏怕仇家趁他突破之际前来报复，所以准备找一个秘境前去闭关，白泽也要一同前去。2人在离开前告诉牛魔王，让他在3年后再来寻找他们，他们会跟随牛魔王一同去复兴妖族的。这时老狐王开口说道：2位前辈不是说让我们3年后再去吗？现在才1年，是不是有点早？不早了，我先去2位前辈昔日隐居的住所等待，顺带着好好修行一段时间，早日突破到准圣境界。牛魔王对老狐王说道。这时鹏魔王也说道：我也打算回到昔日的道场去闭关，尝试突破准圣。老狐王想着这2位都是如今这个妖族联盟的最顶端战力，若是能突破的话，对妖族联盟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提升。于是开口说道：鹏魔王去自己的道场还好说，可牛魔王你去北俱泸州闭关的话，人生地不熟的，难免会遇到危险。作为如今妖族联盟的智囊，老狐王必须要为每一件事费心，尽量做到最好。这时通风大圣猕猴王说道：
我曾经在北俱泸州待过一段时间，哪里的大妖我基本上都认识，让我随大哥一起去吧，顺便可以给大哥护法，如此最好。那积雷山就交给老四和老狐王了。牛魔王开口说道。这时狮驼王这二货见有自己的事，立即拍着胸口保证道：大哥放心，我会把积雷山管得好好的。牛魔王见状，对着狮驼王的脑袋就是一巴掌，那么大的个脑瓜子挤不出一滴脑仁的二货，我们走后多听老狐王的话，别闯祸，不然等我回来给你做成红烧狮子头吃了。狮驼王无奈的抱着脑袋答应了。牛魔王转头对老狐王说道：以后就麻烦狐王了，义不容辞。老狐王大义凛然的说道。待到众人都走了，老狐王一人坐在椅子上，心中想到了孙悟空，也不知道大圣突破了没有，也不知道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在花果山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受委屈。本来老狐王打算去花果山看看清欢的，但是这一年来各方妖族来投，牛魔王几个大老粗打架在行，要他们管理这么大的势力，这比让他们杀了如来佛祖都难，所以这一年来积雷山所有的妖族都是老狐王来管理的。本来想着这些日子闲下来，自己可以找个时间去花果山见女儿，可牛魔王他们都要出去，只留下一个狮驼王。老狐王这下又走不开了，靠狮驼王那个憨货管理这么多妖族，那不是说笑吗？自己今天刚走，狮驼王明天就敢带着这群妖杀上灵山，不用怀疑，狮驼王这没脑子的憨货绝对做得出这样的事。老狐王现在只能希望孙悟空尽快出关，然后来积雷山的时候带上自己的宝贝女儿，这样既能帮自己减轻负担，也能让他们父女相见。山中无甲子，距离孙悟空闭关已经3年了，花果山依旧是那个样子，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个清欢。在孙悟空闭关的洞府内，他还是没有突破准圣，但他的气息早已经不是大罗金仙了。在闭关1年就发现准圣的秘密后，孙悟空苦苦探索2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条路，那就是不修天道，改修己身，不再依靠天道的力量，将自己一身修为牢牢地锁在肉身之中，以自身为炉，源源不断地给自己提供力量。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练成一个类似于小世界的容器，随着自己不断地开阔这个小世界，自己的实力就会不断地增强。这条路或许不适用于3界中的任何人，但唯独适合孙悟空，本就是天生地养的他，体魄自从出世之时便很强，随着实力的不断提高，孙悟空的体魄也愈发强大。3界之中，如来佛祖的丈六金身等后天法门虽然也能修到万劫不磨，永世不灭，但后天比起先天终究是差了些许。既然找到了路，孙悟空自然是勤加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准圣。此时的积雷山魔云洞，老狐王，你说大哥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啊？我自己一个人待着真没意思，喝酒都找不到人。狮驼王抱着酒坛子，对忙里偷闲的老狐王抱怨着。老狐王并不理会在那里抱怨的狮驼王，自顾自地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自从牛魔王他们走后，狮驼王这货3天2头就得抱怨几句，什么我那悟空兄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积雷山啊，这老牛不会是在北俱泸州遇到什么好看的妖精不愿回来了吧？这类的话狮驼王几乎天天挂在嘴边。老狐王也非常羡慕他们之间的兄弟感情，能让一个强大的妖王天天念叨，足以说明他们的感情非常好。但老狐王不理解的是，你他娘的别天天对着我抱怨啊，我又没有拐走你的兄弟。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牛魔王走之前对狮驼王语重心长的劝告，你要多听老狐王的话，不然老子回来打死你。然后就出现了狮驼王整天缠着老狐王唠叨的景象。在狮驼王的心中，这老东西一定是牛魔王留下监视自己，只要自己天天出现在他眼前，就说明自己没有去闯祸。但老狐王哪有闲心去监视他？偌大的妖族联盟都靠他一个人在管，狮驼王整天还来烦他，赶又赶不走，打又打不过。纵然老狐王智谋无双，但对脑子一根筋的狮驼王还真没办法，只能心中给狮驼王记下来，等牛魔王回来好好的告他一状。可怜的狮驼王还不知道眼前这个老家伙的坏心思，还在那里自顾自的念叨。这时二妖还没意识到危险正在悄悄的靠近他们。在积雷山的不远处，一个佛门菩萨正在一个罗汉的带领下向积雷山赶来，来人正是那佛门4大菩萨之中的普贤菩萨，那个罗汉则是在青丘被孙悟空放走的那个菩萨。前方就是积雷山了，不过现在积雷山上只有那狮驼王和青丘的那只老狐狸，其他的妖王都不在。那罗汉一边对普贤说着话，一边在心中可惜孙悟空与牛魔王不在积雷山，自己不能仗着普贤菩萨的事出一口恶气。普贤缓缓地说道，既然来了，我身为佛门，自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妖魔祸乱人间，今日就先把这些妖魔度化了。其实普贤之所以现在才来积雷山，并不是为了什么降妖除魔，纯粹是为了报复孙悟空和牛魔王在青丘打了自己脸的事。虽然他也是准圣强者，但自家人知自家事，自己几斤几两还是能拎得清的。自己这般纸糊的准圣，对上孙悟空这样战力无双的大罗巅峰或许能胜，但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更别说同时对上孙悟空与牛魔王这2个大妖王了。现在正好积雷山空虚，是自己报仇的好时候，既不用与过于强大的敌人交手，又能挽回颜面。说话间，普贤已经带着那罗汉来到了积雷山外，二人停在积雷山前。那罗汉上前喊道，积雷山的妖孽，普贤菩萨法亲临，还不速速出来接受我佛的度化。积雷山内，老狐王与狮驼王闻言脸色一变，起身来到山门之外。狮驼王唤出法宝降魔杵，就要上前动手，老狐王连忙拦住了他。幸好牛魔王离去前告诫过狮驼王，不然以狮驼王的脾性，老狐王还真不一定能拦得住他。老狐王上前说道，不知普贤菩萨来我积雷山有何贵干？当然是来度化你等这些作恶的妖孽。普贤还未开口，一旁的罗汉便抢先说道。老狐王并没有理会那狗仗人势的罗汉，而是盯着普贤问道，菩萨也是这个意思吗？各路妖魔都聚集在此，自然要前来度化。普贤装模作样的说道。老狐王闻言哈哈大笑，继续对普贤说道，我等聚集在此不过是为了自保罢了，又不曾害人性命，也不曾为祸人间，菩萨因何要度化我等？尔等妖族凶性难改，我佛门普度众生，度
度化尔等也是为了以绝后患。普贤淡淡的说道：“好一个凶性难改，好一个普度众生的佛门，难道我妖族就不是众生了吗？”老狐王看了一眼普贤，恨恨的说道：“所谓普度众生，不过是你佛门为自己的伪善披上的一件外衣而已。所谓降妖除魔，不过是你灵山排除异己的手段罢了。而你普贤比起那些伪善的佛陀更是不如，今日来此不过是来找回场子罢了。”普贤被老狐王说得面红耳赤，终于也不伪装了，冷哼一声说道：“妖言惑众，今日就叫尔等妖孽见识见识我灵山大乘佛法的精妙。”此时狮驼王终于忍不住了，被人一口一个妖孽的骂了半天，就算是一个脾气好的妖都受不了，更别说脾气火爆的狮驼王了。老狐王知道以如今积雷山的实力难以抗衡普贤，早就派妖前去花果山请孙悟空。他一直在拖延时间，可现在普贤已经没有说下去的耐心了，自己也拦不住脾气火爆的狮驼王，二人眼看就要打在一起。纵然老狐王智谋无双，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只能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念叨着，希望大圣早点赶过来，不然狮驼王和自己今天怕是要凉了。狮驼王手持降魔杵就朝普贤打去，普贤眼中寒光一闪，心道就算自己这个准圣虽然是纸糊的，但不是随便一个大罗就能挑衅的。换出法宝如意棒就向狮驼王打去，刚一交手，狮驼王就知道自己小瞧普贤了。降魔杵上传来的压力震得狮驼王双臂发抖，狮驼王立即抽身而退，可普贤哪能让他如此轻易走脱，手持如意棒继续对狮驼王打去。狮驼王无奈之下只能仓皇应对，一人一妖就这样在积雷山外打斗起来。在普贤不断的攻击之下，狮驼王不得不变回自己的本体，一头如小山般庞大的狮子出现在积雷山外。狮驼王大吼一声，疯狂地奔跑起来，向着普贤撞去。普贤也不慌乱，左手掐着佛门法诀，右手举起如意棒朝狮驼王砸下。疯狂奔跑的狮驼王在普贤的佛门法诀的阻挡下，慢慢停了下来，硬生生挨了一下，顿时血洒长空，妖血从天空中洒下，看起来颇为悲壮。凭这等微弱的实力，也敢占地为王，作恶一方。普贤冷冷地看着口吐鲜血的狮驼王，继续说道：“如果只有这些手段的话，今日你就要身死道消了。”狮驼王冷哼一声说道：“如果我仅仅只有这些手段的话，怎么敢自称为移山大圣？怎么配与那猴子称兄道弟？”狮驼王以本体的形态飞到半空，闭上眼睛，心中默念法诀。在底下观战的老狐王顿时一惊，狮驼王怕是要使出他的本命神通移山了。移山大圣自然不是随便取得，敢以移山二字作为自己的称号，足见狮驼王对这门本领有多自信了。而此时的普贤对此却是不屑一顾，大罗就是大罗啊，怎能与准圣争锋？虽然有孙悟空那般强的不讲理的大罗，可是纵观三界，又有几个能与那猴子相提并论的？忽然天黑了，一座足足比积雷山大10倍的山峰出现在天空中，挡住了天上的太阳。狮驼王此时也睁开了眼，看着普贤说道：“今日就叫你见识见识妖族7大圣的实力。”普贤现在已经后悔了，早知道狮驼王压箱底的本领竟然如此强大，就不该给他机会，在他刚才受伤的时候就杀了他的。但这时已经晚了，人都要对自己的自大付出代价。狮驼王驾驭着大山朝普贤砸下，普贤连忙举起如意棒防御。天地间一声巨响，众人头顶的那座大山砸下，积雷山万里之内的生灵被这一声庞大的撞击震得双耳嗡鸣，积雷山一些修为低的妖族更是被震晕过去，尘烟散去。普贤狼狈的身影从碎石中飞出，伴随着的是一声尖叫：“狮驼王，今日我一定要杀了你！”普贤冲天而起，恶狠狠地盯着狮驼王，眼中迸发出无边的怒火。本想着毫发无伤地拿下狮驼王，未曾想自己的轻敌竟然让自己身受重伤。但凡普贤稍微高看狮驼王几分，也不会落到如此这般田地。反观狮驼王，在刚才的全力一击下已经虚弱不堪，再难有一战之力。普贤记起如意棒，愤怒地向狮驼王砸下。狮驼王此时已经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心中想到自己这一生也算是无憾了，就是对不住孙悟空这个兄弟，当年自己没能保护他，现在也不能守住兄弟们这些年的心血。一声闷哼传来，狮驼王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死，睁开眼睛看去，原来是老狐王为他抗下了这致命一击。老狐王虽然也是大罗巅峰强者，但是年纪太大，这让本就不擅长战斗的他战力下降不止一筹。老狐王的嘴角有血流出，眼神死死地盯着普贤说道：“狮驼王是我妖族的领袖，杀他先杀我！”狮驼王听到这话，眼眶瞬间湿润，自己也是妖族的领袖吗？诚然，狮驼王虽然没脑子，经常被牛魔王揍，但他依旧是妖族7大圣之一，大罗巅峰强者。在今天这样的绝境之中，他站了出来，他就是妖族的领袖。普贤恶毒地说道：“那就一起去死吧！”这时，一声大喝从远处天边传来：“谁敢杀我兄弟？”普贤顿时面色大变，因为清楚的他感受到来人也是准圣强者。普贤手上的力度加重了几分，速度也加快了许多。他想在那位准圣强者到来之前杀了狮驼王与老狐王，可来者的速度超乎了他的想象，竟然在普贤打到之前就走了狮驼王与老狐王。狮驼王看着赶来的鹏魔王，高呼一声三哥。鹏魔王将重伤的狮驼王与老狐王放在积雷山山门处，转头看向普贤，眼神冰冷。向来性格冷淡的鹏魔王不与普贤废话，运转法力就与普贤打在一起。老狐王惊讶说道：“鹏魔王突破到准圣了。”本来老狐王以为妖族中第一个准圣会在天赋异禀的孙悟空和厚积薄发的牛魔王二者中诞生，未曾想第一个突破的准圣的竟然是鹏魔王。而狮驼王则是一脸骄傲地说道：“那可是我三哥。”看着狮驼
驼王脸上挂着的笑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也破到准圣了呢。再看普贤与鹏魔王，二者打得不可开交，慢慢的，普贤落入了下风。他本就实力不强，刚才又在与狮驼王的打斗中身受重伤，而鹏魔王在突破前就是妖族中赫赫有名的妖王，一身战力极为强悍，并且自己的准圣境界是不依靠外物，自己修来的，一身战力自然不俗。此消彼长之下，普贤竟是被鹏魔王这个才突破的准圣压着打，见势不妙，普贤立即大喝一声：“鹏魔王，你真的要与我灵山作对吗？”鹏魔王冷哼一声说道：“是你灵山不给我等活路，今日你普贤侵我积雷山，伤我兄弟，还有脸说我与灵山作对？”普贤这时便发挥出佛门不要脸的本性，对着鹏魔王说道：“妖魔作乱，我也不过是降妖除魔罢了。好一个降妖除魔！今日我给你这个机会，让你降降我这个大妖。”鹏魔王冷冷地说道。普贤心知自己不是鹏魔王的对手，于是撂下一句：“别以为突破到准圣就无敌了，灵山有的是强者，你敢与灵山作对，死无葬身之地就是你的下场。”说完便抽身想要逃走，鹏魔王立即大喝一声：“伤我兄弟还想走？”普贤闻言怒道：“鹏魔王，不要欺人太甚！”鹏魔王并不理会无能狂怒的普贤，运转着法力就对着普贤打去。这时普贤也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因为他明白今日鹏魔王是不会让他走的。这时观音突然出现在鹏魔王面前，出手化解了鹏魔王的攻击。普贤菩萨都这样，你的气也消了，何必赶尽杀绝？鹏魔王冷眼看着横插一脚的观音，知道自己今天是杀不了普贤了，便转身飞回积雷山。观音嫌弃的看了普贤一眼，不过很快就被他掩盖过去了。普贤正死死盯着鹏魔王离去的背影，并没有注意观音，多谢观音菩萨出手相救。普贤双手合十躬身说道：“普贤菩萨此行也是为了降妖除魔，弘扬我灵山佛法，我出手相助也是应该的。”观音淡淡的说道：“不过如今这积雷山的妖魔愈发壮大，恐不利于三界的安稳啊。”观音菩萨感叹道。普贤似乎是体会到观音话里的深意，也附和道：“是啊，可是如今佛祖带着灵山的众多高手闭关讲法，人手怕是有些紧缺啊。玉帝作为三界主宰，自然有维护三界稳定、降服妖魔的责任。普贤菩萨以为呢？”普贤菩萨看着眼前的观音，终于明白人家能在四大菩萨中排第一，而自己却只能垫底。因为观音心黑啊，自己怎么想不出这么好的办法，让天庭和这群妖魔打，自己坐山观虎斗。当然，观音把这些告诉普贤，不过是想把他自己摘出去，让普贤去天庭挑拨玉帝，那么就有劳普贤菩萨去天庭走一遭了。观音淡淡的说道。这时报仇心切的普贤并未多想，答应一声就往天庭飞去。观音看着离去的普贤，眼中流露出鄙夷的目光，心里想着就这样的货色，也配与自己并列为四大菩萨。此时的花果山水帘洞，清欢站在孙悟空闭关的洞府外，一双颇具灵性的眸子中流露出的尽是焦急之意。自从收到普贤寻仇积雷山的消息，他便来到孙悟空闭关的洞府外，但他又不敢去打扰孙悟空，在闭关中的人极有可能因为外界的打扰而功亏一篑，甚至走火入魔。他只能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孙悟空早点出关，前去积雷山搭救老狐王。此时的洞府内，孙悟空进入了一种玄之又玄的境界，在孙悟空的身体内形成了一片广阔无垠的天地。孙悟空的意识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下显得异常渺小，但在这片广阔的天地就是孙悟空的意识开辟的，孙悟空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忽然，孙悟空的本体一震，意识回归，他的实力也开始飞速增长。这时，花果山上方的天空中不断有劫云汇聚，随着孙悟空的实力不断增长，天空中的劫云也愈发壮大。孙悟空睁开了眼，但他的实力还在增长，而此时大罗的境界显然已承受不住这些飞速增长的实力，天空中的劫云更是愈发恐怖，方圆万里之内皆在劫云的笼罩之下。孙悟空飞身而出，立于花果山之上，万里劫云之下，他的眼里充满了对劫云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劫云看来更加像是挑衅。轰隆一声，一道极为粗壮的劫雷劈下，花果山万里之内实力弱小的生灵尽皆伏匐在地，不敢抬头，只觉天威浩荡。而孙悟空却大喝一声：“来得好！”便赤手空拳地向劫雷飞去。孙悟空瘦小的身躯瞬间被劫雷淹没，天空中一声炸响，孙悟空震碎了劫雷，而自己却毫发无损。天空中的第二道劫雷正在酝酿，孙悟空依旧抬头望向天空，双眼中却满是不屑。俺老孙还想着让这雷劫助我淬炼体魄，未曾想这劫雷竟如此不堪一击，连老孙一拳都扛不住就碎了。想到这里，孙悟空更是桀骜不驯地对着天空中喊道：“贼老天，难道你是在为俺老孙挠痒痒吗？”凌霄宝殿内偷偷观察着孙悟空渡劫的玉帝，顿时被这猴子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他是在挑衅天道吗？过了许久，玉帝才反应过来，对着一旁的太白金星问道。太白金星此时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有人挑衅天道。孙悟空哪里是挑衅天道啊，这分明就是蔑视天道。大圣他难道真的不怕死吗？太白金星一脸茫然地说道。玉帝没有回答太白金星，而是看着第二道雷劫落下，孙悟空依旧安然无恙地在那里破口大骂。没错，就是破口大骂。当孙悟空嘲讽了一下雷劫，发现第二道比第一道重了足足10几倍，但这依旧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于是他就开始花样作死。在天庭偷窥的玉帝与太白金星已经麻木了，这猴子真是啥都敢干啊！玉帝坐在宝座之上，想着这世上还有这猴子不敢做的事呢。在太乙金仙的时候就敢大闹天宫，说出玉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的话，在如来佛祖的手上撒尿。本以为这猴子境界高了，也该稳重许多，可是这猴子才他娘的要突破到准圣了，就敢蔑视天道。一般人就算是突破到圣人，也不敢蔑视天道。这猴子要是这次能活下来，他以后就是自己这三界至尊的偶像，别说什么齐天大圣，就算他要当玉皇大帝，自己都能让给他。
孙悟空自然不知道他收获了玉帝这位小迷弟，依旧在自顾自的在拿挑衅天道。天空中的劫云似乎感受到了孙悟空的不屑，隐隐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势。孙悟意识到自己好像完大了，顿时闭嘴不再挑衅，神色也凝重起来。但他依旧没有动用法力，要以纯肉身硬抗劫雷。劫雷的气势愈发恐怖，孙悟空亦是神情凝重的盯着劫雷。万里之内实力较弱的生灵早已被这声势浩大的雷劫吓得晕了过去。花果山上只剩清欢与马元帅能站着，马元帅自然不会担心无所不能的大王会被雷劫伤到，而见多识广的清欢早在劫云汇聚之初就察觉到了异常，而此时实力弱小的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孙悟空能扛过去。第三道劫雷劈下，天地间顿时被照亮，孙悟空冲天而起，顿时被庞大的劫雷所淹没。在飞进去之后，孙悟空就感受到了这道劫雷的不同寻常。在劫雷的冲击下，孙悟空引以为傲的肉身顿时皮开肉绽，但这依旧伤及不了他的根本。但这第三道劫雷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着。孙悟空来不及思考这些，急忙应对着再次冲击过来的劫雷。但是纵然孙悟空的肉身已修至极境，在无穷无尽的劫雷面前终究是不够看。孙悟空心中已经后悔自己得意忘形的挑衅雷劫，但身来桀骜的他依旧不会在这雷劫面前低头。这时第三道劫雷终于停了，孙悟空也已经精疲力竭，但劫雷还是没有散去，在孙悟空与三界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天庭偷窥的玉帝在孙悟空冲进第三道劫雷的时候，就失去了对孙悟空的胆汁，放出一缕神识前去查看，但在刚接触到劫雷时就被抹杀。玉帝面色不变，心中想到难道有圣人出手？孙悟空此时正疑惑地站在第三道劫雷内，心中想着难道雷劫还没完？这时一道威严且冷冽的声音在劫雷空间内炸响，大胆妖吼，竟敢蔑视天道！这道声音传来，孙悟空顿时被一股强大的威压所席卷，心中竟然生出一种顶礼膜拜的念头，他的一身战意顿时消散，双腿也微微弯曲。正当孙悟空要跪倒在地之时，金箍棒从他的耳朵中飞了出来，疯狂嗡鸣，似乎是想阻止孙悟空。他顿时神态清明，握住不再颤抖的金箍棒，一身战意爆发，吃力的与那股威压抗衡，在劫雷空间中大声说道：“俺老孙生来如此，为何要尊那狗屁天道？”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过这回不再无情无欲，而是传递出了无边的愤怒，对孙悟空的威压袭击也更加严重。披毛戴角之辈，不识天道教化，着实该死。这时一股柔和的力量传来，帮助孙悟空挡住威压。一道清冷的女声也在这个空间中响起：“师兄，再出手就坏了规矩了。”